大家好，我是阿汤。这几年的 AI 生成技术呢，越来越热门，而且越来越成熟。不论是从 AI 生成影像、AI 生成声音，或者是呢利用影像去复制你的人脸之后呢，用你的人脸，然后直接用 AI 来生成出来，或者是呢声音的部分，直接模拟的声音就可以用你的声音来讲话。那这些部分呢，其实目前的 AI 呢都可以做的几乎是惟妙惟肖。影像的部分呢，我觉得目前大概可以做到个80%差不多啊。当然说自然度的话，还有待加强了。不过呢，随着这科技的进步，我觉得这个自然程度只是迟早可以达成而已。啊，接下来我们今天分享的呢，就是有关于 AI 模拟声音的部分。前阵子呢，我有分享了一个有关于 AI 的服务，它可以去模拟你的声音。那这个东西有人就提到，其实呢，在韩国的新闻啊，或者是台湾的新闻之类的，其实都已经渐渐的开始有一些诈骗集团，就是利用 AI， 然后来模拟你的声音，或者是模拟你家人或朋友的声音，然后打电话给你，用这些声音呢播放一些比较求救的声音啊，或者是需要什么帮助的声音。当然，你第一时间接到电话或干嘛的呢，基本上呢都还是要去做确认一下，比较准确一点。究竟这些 AI 模拟声音呢的服务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其实真的蛮细致的。好，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我前阵已经在部落格上面已经有分享过的，叫做海螺 AI 这款服务。那这个 AI 呢，它原本是一开始做影像 AI 服务，那后来呢最近加入 Audio， 那目前是 Beta 版本。但说实在的，这个 Beta 的版本呢，我觉得已经是算相当的厉害了。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款 AI 的这个生成技术，以及它应该怎么去做操作。好，这款 AI 服务呢，在使用上其实非常的简单。目前呢，它是有限时间的免费啦。OK， 那登录的话呢，就是从右上角，它一开始会有个3印，你就用 Google 账号就可以做登录。当然，如果你对于 Google 账号使用呢是有风险问题或疑虑的话呢，建议呢你去申请一个专门用来申请或注册这类服务的 Google 账号备用的，然后来去做登录，然后比较安心一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怎么去做使用呢？首先呢，这个 Audio 的 Beta 版本呢，它其实有很多内建的声音可以去做选择。像这边呢，可以去选择你要使用的声音，比如说按 Change 之后呢，它的资料库里面呢有这么多声音可以去做选择。当然，这个是利用别人声音去做生成。那我们今天主要来探讨呢，就是它模拟你的声音到底可以模拟到什么程度？好，我们来试一下。好，首先你可以先点击呢Voice 这边，好，这边有一个东西叫 Create Your Voice Clone， 就是可以直接复制你的声音。那它目前免费或者是以后付费，我不知道会怎么样。那目前免费它可以最多保存3个你的声音的样本。这个样本呢，我去测试下来，会依据你讲话出来的语调，然后声音的高低，那这个样本其实蛮精准的，会做到你复制出来的内容。好，这时候你点击这 Create Your Voice Clone 进来之后呢，这边有2个功能可以去做选择，一个是呢上传你的音档，一个是呢直接按这个录制。然后这边录制完之后呢，就会出来，然后选择移除背景的杂音，然后再设定一个你的声音的名字，选择你的音档是什么语言，像我们就是普通话 Chinese， 这边只能选择普通话了。我知道大家可能想要选择什么台湾话什么，没有，它就是 Chinese， 然后选择普通话，就这样。然后确认之后呢，就可以按 Convert 去产生你的范本。好，我这边已经有录好了范本，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我有2个不同的范本，好，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第一个范本。您好，很高兴能为您提供配音服务，选择您感兴趣的音色，让我们一起开启声音创作的奇幻之旅吧。您好，很高兴能为您提供配音服务，这是我的第2范本，选择您感兴趣的音色，让我们一起开启声音创作的奇幻之旅吧。一个比较温柔平淡，那一个是比较我在拍摄影片的时候讲话的这种声音。好，那我们现在用我刚刚比较拍摄影片的这个声音呢，我们来选择它之后，它就按 Select，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回到 Text to Speech， 这边你就确认一下有没有选择你刚刚设定的那个 My Voice， 就是我自己设定的名称。然后呢，这边呢就可以输入你要使用的文字，比如说我前阵在讲 WiFi 这个脚本。好，接下来左下角这边呢，去选择你要使用的语言。这时候我先选择中文。然后这边可以去调整你的语速、你的音调高低，好，然后声音表情的部分呢，这边可以自己去选择。
要自己去判断呢，还是说呢，按照你的语调，可以比如说 happy 啊、sad 啊、angry， 或是其他下面还有什么比较惊讶的，对，那这些都可以按照你的需求去选择你要的语调，或者你选择 auto 的话呢，它会按照你建立的这个内容，然后去帮你调整你的语调、语速等等。好，都选择完毕之后呢，接下来就按 generate。建立完之后，它就直接播放。大家好，我是阿汤。在2019年推出 WiFi 6后，随着设备渐渐普及，这声音是非常非常像我讲出来的声音。虽然你会觉得还有一点机器音，是因为我现在 speed 是 1.1， 我把它设为 1.0， 我们来试看看。我先把它回原本的数值，我们再重新建立一次。好，来听听看。大家好，我是阿汤。在2019年推出 WiFi 6后，随着设备渐渐普及，还有科技日新月异的速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像我的声音，对不对？这个是用不同的声音会产生不同的语调啊，比如说我们换回比较温柔的那个声音，这个好，我们选择好，然后我们再重新建立一次。大家好，我是阿汤。在2019年推出 WiFi 6号。随着设备渐渐普及，声音其实你就可以感受到，其实也是我的声音，但是呢语调就不一样了。这个语调呢会依据你创建的这个范本呢会有不同的结果。像我一个就是比较平稳的去讲完，一个是呢比较激昂一点的声音就把它讲完。那生成的范本套用上来就不太一样。好，接下来比较特别的是呢，这个声音的模拟呢，除了呢你原声是讲中文之外呢，其实也可以用来模拟英文。比如说，我们先来试一下 CNN 的英文。这边呢，你就可以选择 English， 然后去产生。U.S. Secretary of State Marco Rubio heard the idea for the first time as he watched Trump's news conference on television. Arab Americans for Trump Group changes its name. 它产生的声音就是可以用我的声音直接讲英文。当然，它这边语系除了英文之外，就是还有资源像是广东话可以，然后有法语、德语、印度，然后意大利、日文、韩文，然后俄语、西班牙、土耳其，就资源蛮多语言的，各种语言呢，你都可以按照你的需求，然后直接去选择，然后就可以调整出你想要的声音以及呢这个文字的内容。所以以后呢，像影片在用 AI 创作这个时代呢，有可能就比如说我今天是用中文录制完之后，我就可以直接把这个中文的脚本转换成英文，再用这个 AI 呢产生英文的声音，那你就不用重新录制，就可以有第二语言的选择。其实我觉得这个还不错，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服务呢，比如说如果它可以按照你的字幕的时间轴去创建出声音来的话，我相信应该会有非常多影像创作者考量去使用这个来做第二音轨。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呢，目前有待保留啦，也不知道未来当收费之后会变成怎么样。但是这一类的工具呢，大家就是慎用啦，就是以及给大家一个警示，就是告诉大家，是现在 AI 可以模拟出来的声音，其实真的蛮细致，而且很像。影像呢，我刚刚提到，可能模拟你的可能7、8成像，你可能很容易辨识出来，这就是像假的一样。可如果是以声音来讲的话，像刚刚那样声音，然后你再加一点杂讯进去的话，其实在电话中，如果你听到是诈骗的这种 AI 的语音的话，其实你很难在第一时间就分辨出来。我觉得啦，就我刚刚的声音，然后再加一点电话环境杂音的话，我觉得几乎可以说是95%的相像了，你几乎是听不出来的。OK，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啦，这就是海螺 AI 的这个声音模拟的部分。之后呢，我们再慢慢的介绍一些其他我觉得也还蛮有趣以及实用的一些 AI 服务吧。那我是派电阿大哥，下次再见喽，拜拜。